别怪我没提醒你，我们莲花屋的人都护短得很，若是他们发现你拐跑了我，指不定怎么发难呢。蓝忘机问道。树哥。魏无羡点头，伸手拍着蓝忘机的背，总结道：所以说啊，蓝湛你还真是倒霉到家了。事实证明，没有最倒霉，只有更倒霉。提前洞房也就算了，好歹是偷偷摸摸的自己来，可与被家长亲自撞破同床共枕暧昧亲热比起来，还是稍微相形见绌了些。少年们早上冲动了点实属正常，全世界最好的师姐算计着弟弟们归来的日子，提前来替他们看看屋子也算正常。若这两件事撞一起，正不正常就没人晓得了。江厌离来了魏无羡的屋子，想着弟弟们也很长时间没回来了，虽说屋子有专人打扫，可生怕落下点什么，便亲自过来看看。他来的方向与昨夜魏无羡一行人回来的方向相反，因此先经魏无羡这屋，才会再到江城那里。江厌离推开门，来二哥哥，你轻点。虽然只是接个吻，可阿羡原本是计划着第二天光鲜亮丽，人模狗样的从大门进来的，未曾想还没来得及溜出屋，便被师姐抓了个正着，还是如此情景。魏无羡窝在蓝忘机怀里，双手还勾着对方的脖子。魏无羡转过来的表情无比正直，他道：师姐，你听我解释。门外一阵阵嘈杂的脚步声。快点快点，一会儿那个据说拐走了大师兄的小白脸就跑了。麻袋拿了没？拿了。很好，待会儿套头上使劲走。屋内三人一阵沉默。魏无羡此时还有心思乱想，这帮傻孩子拿了麻袋，不知道要神不知鬼不觉的套上去揍吗？说出来还有什么意思？果然年纪小，不得我与江城的精髓。嘈杂的吵闹声离近了些，渐渐变小，魏无羡甚至听见了他们互相嘘声。唉，你们低估了师兄们的耳力。静了一会儿，魏无羡床边的窗子动了一下，意识到这是要对自己做什么的蓝忘机无语了。窗子开了条缝，缝里冒出几个脑袋，后面草地稀稀疏疏，似乎还有脑袋没挤进来。至今尚未回神的江厌离还愣在一旁。几个黑乎乎的脑袋齐齐露出白边，师弟们抬起头，头一眼见了江厌离，惊道：师姐。他们顺着江厌离的目光，看到了还抱在一起的望羡二人。众师弟们目瞪口呆，紧接着师弟们喊道：放开我师兄！魏无羡愣愣地看着几个小师弟前仆后继地从窗口挤进来，急急地往他和蓝忘机这边奔。几个孩子气势汹汹的，竟真奔出了一种舍我其谁的气魄。魏无羡双臂不自觉收紧，蓝忘机抱着他往旁边躲开。见此情景，师弟们怒火中烧，拿出了吃奶的劲儿，是要把他们大师兄救出来。一大早拆家似的，动静闹得极大。江厌离终于回神，拍手示意孩子们安静下来。他走到桌边坐下，原本温温和和的一个人，此时气势竟堪堪比过寻常家主。江厌离看向正手忙脚乱的从那位气质甚佳的公子身上爬下来的魏无羡，问道：阿羡，能否解释一下，方才是怎么一回事，又为何是拐跑？魏无羡吃惊道：师姐你不知道吗？江厌离疑惑道：我该知道什么？得，看来江丰年知道此桩婚事要是叫莲花坞的列位知道了，定会引起一场腥风血雨，因此便自己暗戳戳地揣着两大家族的婚约，寻思找一个恰当的时间、恰当的地点，众人怀着一个恰当的心情，再慢慢说出来。这一等就等到了魏无羡他们听学归来。魏无羡心道：江叔叔，你扔了好大一个麻烦给年幼的我解决啊。莲花坞的师弟们都盯着魏无羡，期盼他能给他们一个交代，最好是合他们心意的交代。魏无羡斟酌着道：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师弟们点点头，江厌离不动声色，静静等他接下来的话。魏无羡犹豫道：也就是我的终身大事而已。师弟们琢磨着这句话，已经有些跟不上他们大师兄了。魏无羡自暴自弃道：嘿，我去了趟云深不知处，把你们这帮猴孩子的师兄夫、师姐的师弟夫找回来了，开心不？现场一片寂静，没有人回应。魏无羡闭上双眼，躲回蓝忘机怀里，
抓着他的手放自己腰上，又抓起另一只手放自己背上，无情地把江丰年出卖了。江叔叔去云深不知处的时候，便与清衡君把我二人的婚约敲定了，他带着订婚书回来的，你们问他去。江燕离不愧是大家族的长女，很快便理清思路。阿宪既与这位公子有了婚约，此番定是来拜访父母亲的，只是……江燕离起身向蓝忘机行了一礼，是我们失礼了，敢问这位公子是？蓝忘机欲行礼，可怀里还放着个魏无羡，于是他点头回道：姑苏蓝氏蓝忘机。师弟们震惊了。蓝忘机不就是蓝氏双璧的那个蓝忘机吗？街头巷尾，但凡是个姑娘，都心心念念的蓝忘机。占了那么多姑娘的心思还不够，如今竟跑来抢大师兄了。原本以为只要保住师姐就好了，结果不小心师兄竟要嫁出去了。此前共同抗敌的对象就一个师姐夫，哪成想多了一个师兄夫。众师弟们一致对外，一道道愤怒的目光射向蓝忘机。江燕离道：原来是蓝二公子，方才我冒昧了。蓝忘机道：不是江姑娘的错，是我与魏婴昨夜擅自闯入，并未知会江宗主，给江姑娘添麻烦了。江燕离看着埋头不敢出来的魏无羡，有些好笑道：没有，倒是我家阿宪给你添了不少麻烦。半夜翻墙一事，雅正为训的姑苏蓝氏子弟做不出来，定是有人拉着他这么做，而他也愿为那人抛却家规的束缚，想必倒是不必担心这人日后会负了魏无羡。蓝忘机沉默不语，把人往自己怀里带了带。江燕离抿唇轻笑，看着一帮不服气的师弟们，笑道：好了，我们先出去，不要打扰你们师兄与蓝二公子了。出门以后，师弟们叽叽喳喳地讨论起来。我们为什么要出来？没错，为什么要出来？有年纪稍长一点的道：不出来，难道要看着他们换衣裳吗？我们平日里不也一起换衣裳吗？看一看怎么了？可是蓝忘机在啊。为什么他在我们就不能看？大师兄已经是蓝忘机的人了，我们自然是不能看的。为什么大师兄是蓝忘机的人，而非蓝忘机是大师兄的人？毕竟嫁的是大师兄嘛。为什么是蓝忘机娶，而非大师兄嫁？众人悠悠地望着这位发言人。发言人挠头道：好像是一回事啊。屋内怀里的人不肯起来，胸口传来的热量告诉蓝忘机，向来脸皮厚的魏某人如今是真害羞了。他也不催，一下一下像撸小猫一样抚着那人的背，无声安慰着。蓝湛。半晌，魏无羡闷闷的声音传出来，温热的呼吸打在身上，扑得人有些痒。他道：我真是与你一起在各地把脸丢了个遍啊。蓝忘机安慰道：无事，我陪你。魏无羡蹭着头笑道：我不过开个玩笑而已，你怎么这么讨人喜欢呢？我可喜欢你了。蓝忘机点头。魏无羡问道：蓝二公子，你喜欢我吗？蓝忘机应道：喜欢。蓝二公子，这么安慰你喜欢的人可是不够的。蓝忘机问道：你要如何？魏无羡仰头道：要亲。两人在屋里腻腻歪歪好一会儿方才出来，一开门就见师弟们排成一排，齐齐瞪向蓝忘机，旁边还站了一个幸灾乐祸的江澄。江澄道：哟，被发现了。魏无羡木着脸应着。江澄又道：我可尽力帮你瞒着了，报酬还是要收的。没关系，我吃蓝湛做的。说罢，魏无羡往那一排师弟那儿看了看，问道：江澄，你给他们说了什么？也没什么，不过是你在云深不知处的光辉事迹而已。魏无羡才不信。还有呢？还有蓝忘机骗婚的恶劣行为，和我们莲花坞赔了一头猪的悲惨事实。怪不得魏无羡先前光顾着这群小师弟了，没想到大师弟也会上来添堵。也对，不添堵也不是江澄了。魏无羡在心里默默地给蓝忘机点了蜡烛。在云深不知处，他只需面对一个叔父，而在莲花坞，蓝忘机将面对的是无尽的师弟。